秦始皇望着被自己征服的天下，心中不禁得意万分。他知道这江山已尽归于秦，然而哪怕权倾天下，他也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他深知那些昔日的诸侯贵族，那些被灭国的余孽，或许正潜伏在暗处，伺机反扑。于是他决定巡游四方，一来展示秦朝的强大国力，二来亲自查访各地，挖出藏在暗处的反贼，看还有谁胆敢与秦为敌。秦始皇的预感还真没错，眼下就有一个人在等待机会，他的名字叫张良，出生于战国时韩国贵族世家，祖父原是韩国的丞相。到了张良这一代，韩国已经走上了衰退的道路，最后打不过前来侵略的秦军，被秦国吞并了。年轻的张良也失去了家族和国家，他无法继承父辈的事业，空有满腔热血，却没有报效的地方，整个家族的荣耀在他这一代断绝了。张良恨透了秦始皇，他那亡国亡家的仇恨越积越深。最后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刺杀秦始皇。于是，他把家产全部变卖出去，和周围人说自己要去外地拜师学习知识，就这样离开了家乡。张良一路上认识了不少有能力的人，四处寻找能和他一起刺杀秦始皇的伙伴。秦始皇虽然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，秦朝建立后还制定了很多对百姓和国家有利的政策，社会的生产力也随着发展和提高，但是他的残暴也是出了名的，百姓们大都对他怀恨在心，因此总有一些人怀抱着和张良一样的想法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张良终于找到一位力大无穷的人，这个人愿意助他一臂之力。张良非常高兴，他先是找人制作了一个120斤的大铁锤，秦时的一斤约等于现在的半斤，当成这位伙伴的武器。然后他便四处打探秦始皇的行踪，准备在巡游的过程中寻找机会。公元前218年，正值秦始皇第3次巡游。当他来到阳武县（今河南原阳）南边的博浪山后，突然路边飞出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，直直的朝最中间那辆马车打过去，顿时就把马车打得四分五裂，驾车的人和坐在里面的人当场死亡。张良和伙伴以为把秦始皇打死了，没想到那辆车里坐着的并不是秦始皇，而是一位大臣。原来秦始皇生性多疑，加上以前也曾发生过行刺事件，所以他格外小心，经常换乘不同的马车，没有固定的座驾。按照秦朝的车马规定，皇帝和大臣的车辆是有区别的，皇帝的车有6匹马，大臣的车是4匹马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知道皇帝坐在哪辆车上。秦始皇在巡游的时候吩咐所有的车辆都只配备4匹马，而且他还实时调换车辆。这次张良行刺竟被他躲了过去。秦始皇勃然大怒，下令四处搜索寻找凶手。张良两人一看情况不妙，慌忙间逃跑了。侍卫在周围找不到凶手，秦始皇便吩咐在全国范围内发出通缉，务必把行刺的人抓住，随后继续按计划巡游。10天后，凶手仍然没有一点消息，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张良在逃跑的过程中换了一个名字，他躲到下邳（今江苏睢宁北），直到风声过去之后才敢抛头露面。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得到皇室老人赠送的一本兵书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就认真学习兵法，最后成为一位有名的军事家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打算南下视察东南边的国情，这是他第5次巡游，随行人员除了丞相李斯、东车府令赵高之外，还有秦始皇最疼爱的小儿子胡亥。一行人浩浩荡荡于10月从咸阳出发，先是到达云梦，位于今湖北省中部偏东孝感附近。在这里，秦始皇遥对着九嶷山拜祭舜帝，然后从丹阳进入浙江境内，渡过钱塘江，到达会稽郡，在今
江苏苏州，在会稽山上祭祀大禹，还把自己的功绩刻在会稽山的大石头上。随后变成会稽郡，北面走到南阳（今山东胶南），再一路朝北，直到龙城山（今山东威海境内），然后就是知府山东半岛北部。等到这里的时候，巡游队伍就转向朝西边行进，准备回到咸阳。等走到平原津（今山东平原南）的时候，秦始皇因为过度操劳和长途跋涉的原因，体力不支倒下了。随军的御医多次诊断，运药都不见好，众人便把秦始皇安排在沙丘行宫（今河北广宗西北内）休养。秦始皇知道自己这次的病情很严重，怕是不久于人世，他连忙把赵高传唤到身边，要他写一封信给大公子扶苏。此时的扶苏正和蒙恬将军带领军队驻扎在上郡。秦始皇准备传位给扶苏，信中要求扶苏尽快赶回咸阳。如果秦始皇不幸驾崩，将由扶苏主持丧事。然而，秦始皇没能等到这封信送到扶苏的手里，这位千古帝王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。赵高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擅长律法典籍，秦始皇很看重他，不但让他担任中车府令，还让他当胡亥的老师，因此赵高和胡亥的感情十分深厚。胡亥也事事都要征求赵高的意见。话说秦始皇驾崩之后，赵高手里拿着那份遗诏，心情激动又忐忑。他一直有着不小的野心，想要找一个自己能控制得住的人当皇帝。扶苏肯定不行，一来和自己关系不好，二来他和蒙恬之间有怨恨。如果扶苏继位，自己肯定不得善终，而胡亥就是最好人选。想到这儿，赵高就跑去和胡亥商量。胡亥那时虽然也有20岁了，但智谋不够，而且特别依赖赵高。在赵高的花言巧语之下，胡亥很快就同意了这件事。随后赵高又去找丞相李斯，这么大的事情当然瞒不了丞相。起初李斯不同意，但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他屈服了。于是赵高和李斯秘密更改了遗诏，把胡亥立为储君，并写信给扶苏，用秦始皇的口吻要求扶苏和蒙恬致敬。接着便对外谎称秦始皇身体虚弱，不宜外出，凡事都由他们传递。就这么一路遮遮掩掩的回到了咸阳。没多久，扶苏和蒙恬的死讯就传来了，三人这才把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告知天下，并拥护胡亥为秦二世。大臣们都蒙在鼓里，自然也没有人怀疑。胡亥登基后，李斯仍旧是丞相，赵高也没有升任，但朝军大权其实被赵高牢牢抓在手里。那些以前曾上书弹劾赵高的人都被他添油加醋，捏造事实告发到胡亥那儿。胡亥也不管3721，把那些重臣统统杀了。秦二世唯恐篡位事情败露，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放过，全部被处死。李斯看不过去，说了几句，也被秦二世判了死刑，落得个腰斩的下场，还被满门抄斩。最后赵高顺利的升任丞相一职。自从赵高做了丞相，朝堂之上都是他说了算。秦二世胡亥对他十分信任，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他处理，自己好天天在后宫玩乐。赵高巴不得胡亥这么做，他用花言巧语把胡亥骗得团团转，逐步掌握了皇帝的实权。他还把自己的亲戚和信赖的人都安插进重要的部门。赵高觉得皇帝的位置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唾手可得，他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把皇位抢过来。可是他不知道大臣们会不会拥戴自己，他想知道有多少人会站在自己这边，有多少人会极力反对。于是他想出一个荒唐至极的办法。赵高从外面找来一只鹿，上早朝的时候，他牵着这只鹿走到大殿上。秦二世一看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：丞相今天为什么带一只鹿来上朝呢？赵高胸有成竹地说：
陛下，您看错了，这是一匹马，不是鹿。”秦二世大吃一惊，随即又笑着说：“丞相看错了，这是鹿，不是马。”赵高一看时机成熟了，就笑着对秦二世说：“陛下要是不相信我，不妨问问大臣们，让他们说说这到底是鹿还是马。”说着便面对着大臣，脸上露着笑意。大臣们明白了赵高的诡计，一些胆小怕事、阿谀奉承的人立刻说这是一匹马，一些正义的大臣却坚持说这是鹿。秦二世胡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心里很是疑惑，但是他对赵高的依赖已经非常深了，因此他犹犹豫豫地说：“看来是寡人看错了，这的确是匹马。”赵高窃笑不已，他很清楚胡亥只可能听自己的话，所以才敢这么嚣张。这之后，赵高便想尽一切办法，把那些在朝堂上反对自己的大臣都杀光了，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没放过。赵高仗着秦二世对自己的宠信，在朝廷之中翻云覆雨，他在无形之中助长了秦朝的暴政，因此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。但他自己也没有落得一个好结局。